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红的频道。大东寺位于日本京都市内，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佛教寺院。其著名的建筑、秋季的枫叶和春季的樱花，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除了寺内的宗教活动外，大东寺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景点和活动。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大东寺的历史背景和建筑风格，并展示其美丽的秋季枫叶和春季樱花。您将看到大东寺里的文物、寺内的祭祀活动，以及周围的其他著名景点和活动，例如京都国立博物馆、东福寺、二条城、八坂神社、祇园和京都御所。大东寺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总本山之一，位于京都市南部。大东寺建于公元8世纪初，当时的日本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宏伟的佛教寺庙，以展现日本的文化和实力。因此，当时的天皇下令建造大东寺，并派遣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师和工匠来负责建造。大东寺的建筑风格是中国唐风格，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唐风建筑之一。它的中央大殿是一个5层高的塔，高达50公尺，被视为日本最高的木造建筑。此外，大东寺的其他建筑包括东寺、西寺、北寺、南寺等多个殿堂，以及一系列的塔、桥和庭园。除了其宏伟的建筑风格外，大东寺还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曾经是日本天皇和贵族的祈祷之地，也是天台宗的总本山之一。在历史上，大东寺还曾经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例如平安时代的修复和镇压，以及战国时代的骚乱和破坏。今天，大东寺是日本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除了欣赏其壮观的建筑风格外，游客还可以参加寺庙的活动和体验，例如茶道、禅坐和占卜等。大东寺还是日本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中心之一，其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认可。大东寺的大仙院花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日本赏樱活动，每年在春季举行。大仙院是大东寺内的一个庭园，其樱花树种植密度非常高，数量超过200棵，被誉为大东寺最美的花园。大仙院花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当时日本贵族和文化人士习惯于在樱花盛开时举行赏花宴会，大东寺的大仙院也成为了贵族和文化人士的赏花圣地，吸引了众多知名的诗人、画家和文人前来赏花。这种赏花文化传承至今，大仙院花见已成为日本春季最著名的赏花活动之一。大仙院花见的樱花开花时间通常是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开花期间约为1周左右。当时，大仙院的樱花树会在夜间点亮，形成了美丽的夜间花见景象，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此外，大仙院花见期间还有许多文化活动和节目，例如传统的和风音乐演奏、茶道表演和占卜等，让游客可以更好地体验日本传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大仙院花见的游客量非常大，因此建议提前预订门票，以避免排队等待。另外，也建议游客注意花见期间的秩序和礼节，保持寺庙的清洁和安宁。大东寺的秋季枫叶是日本著名的赏枫景点之一，每年的10月至12月期间，大东寺的庭园、廊下和建筑群都会被美丽的枫叶所覆盖。秋季枫叶的景象被誉为日本最美的枫叶之一。大东寺的秋季枫叶起源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当时贵族和文化人士习惯于在秋季赏枫。大东寺作为日本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也成为了贵族和文化人士的赏枫圣地。现在，大东寺的秋季枫叶景观已经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赏的重要旅游资源之一。大东寺的秋季枫叶景观最为著名的地方是东塔和西塔，这2个塔楼是大东寺的代表建筑之一，其周围的庭园、廊下和道路都被美丽的枫叶所覆盖。此外，大东寺的园区内还有许多其他的赏枫景点，如钟楼、佛殿和大讲堂等。在赏枫期间，大东寺也会举办各种相关的文化活动和节目，例如传统的和风音乐演奏、茶道表演和占卜等。此外，
也有许多小摊位贩售当地的美食和手工艺品，让游客可以更好地体验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秋季枫叶期间的游客量也非常大，因此建议提前预订门票，以避免排队等待。另外，也建议游客注意赏枫期间的秩序和礼节，保持寺庙的清洁和安宁。大东寺是一座日本佛教寺庙，其主要宗教活动是祭祀佛陀和僧侣的修行活动。以下是关于大东寺祭祀和宗教活动的详细介绍。1. 佛祖纪念日，每年4月8日，大东寺会举行释迦牟尼佛的诞生纪念日祭祀活动。当天，僧侣会进行诵经、敲钟、撞鼓等仪式，祈求佛祖的加持和保佑。2. 奉修行事，大东寺僧侣每日会进行多次奉修行事，包括诵经、念佛、打坐等仪式。这些活动旨在帮助僧侣达到精神上的修行和境界提升。3. 753祭，每年11月15日，大东寺会举行753祭祀活动，这是日本传统的节日之一。当天，家长会带着7岁、5岁和3岁的孩子来到寺庙中，祈求孩子的健康和平安。4. 大根供养祭，每年12月8日，大东寺会举行大根供养祭祀活动。当天，僧侣会将大根切成千片，然后在庭园中放置，并进行诵经、打坐等仪式。这个仪式旨在庆祝农作物的丰收和感谢自然的恩赐。5. 禅修活动，大东寺每年都会举办禅修活动，吸引许多信徒和游客前来参加。在禅修期间，僧侣会教授禅修的方法和技巧，并引导参加者进行打坐和冥想等修行活动。以上是大东寺的主要祭祀和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佛教信仰的体现，也是日本文化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前往大东寺旅游，不妨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体验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大东寺是日本京都市内的著名旅游景点，其周围有很多其他的景点和活动。以下是其中一些的详细介绍。1. 京都国立博物馆，位于大东寺的对面，是一座日本重要的博物馆，展示了日本和亚洲的文物和艺术品。如果你对日本文化和艺术感兴趣，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参观地点。2. 东福寺，东福寺是日本最大的禅寺之一，距离大东寺仅有不远的距离。这里有美丽的庭园和建筑，是一个适合放松和冥想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精美的建筑和庭园，并了解日本历史和文化。4. 八坂神社，这是一座古老的神社，距离大东寺仅有数公里的距离。这里有精美的建筑和石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也是京都市内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5. 祇园，这是京都市内最著名的娱乐和夜生活区之一，距离大东寺不远。这里有很多餐厅、酒吧和夜市，可以让你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和文化。6. 京都御所，这是日本皇室的住所之一，也是京都市内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有精美的建筑和庭园，也是了解日本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场所。以上是大东寺周围的一些著名景点和活动。如果你前往大东寺旅游，不妨考虑参观一些附近的景点，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大东寺是日本京都市内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其融合了日本历史、文化和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如果你正在计划旅游，不妨考虑前往大东寺，一探这个古老文化之城的魅力。谢谢大家观看本影片，如果你喜欢本影片，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